大家可以看到桌上这两罐是 B1、B4，这两罐都是在市面上很好入手的肥料，它是属于叶面肥。B1、B4 啊，它后面写的是稀释倍数是500到1000比1。那我们家是喜欢薄肥多湿，那所以我们都是使用1000比1的比例，个别1000比1。所以今天这桶水啊，它里面是3000毫升，那我就会把 B1 加3cc 跟 B4 加3cc 一起混合到里面。那我就现场调配给大家看，它都会附一个这个小量杯啊。它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要点要跟大家讲，打开来看啊，会看到它上面这个锡箔纸，千万不要整个打开，因为你这样倒会很容易不小心失手。你可以准备一个小镊子，然后戳一个小洞。我们这里就是加3cc， 真的是不能开太大孔，要不然会很容易失手。好，差不多6cc。倒进去混合，倒进去我们客家精神，还是要让它洗一下。这边都是我们玉女啊从小苗带大的，所以这样的施肥方式是我们觉得最刚好。小苗啊，我们都不会让它到太湿，因为太湿它很容易就不健康。稍微表面干了之后呢，大概都是给它4/7左右。我们不会让它到太湿，因为太湿你表面就会长很多青苔，然后就会让它不太透气。2、3天就要浇一次水，天气比较干的时候，甚至要每天。我们在给小苗浇水的时候啊，通常我都是用手去确认它已经还蛮干的。然后有时候会有1、2盆特别湿，像是这一盆特别湿的话，我就把它先挑起来。我们不太会整个大片撒，我们都是主要是水苔这样子。因为鹿角蕨水苔啊，它每一盆干燥的程度不一定都会一样，所以我们就是先检查有比较湿的捡起来，然后不要大面积的这样浇水，因为会比较容易烂掉。我们就是这样一盆一盆这样确认，可以保证它的植株健康。所以这里有上百盆，我们每天这样确认啊，就蛮累的。要照顾这些小朋友，真的要很细心。我们大人在照顾那种小婴儿的时候，都要特别呵护，一样的道理。施肥最重要的要点就是薄肥多湿，因为适当的肥料对它来讲才是最好的，太多只会揠苗助长。大家可以看到手上这2盆，它们都是同期的哦。左边就是一个刚刚好薄肥多湿，右边这一盘啊，就是每天吃太好太多中风。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？还有一点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这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洞，这个孔不然开太大。然后我们在倒那个小量杯的时候，常常不然失手。那失手倒太多的时候，又觉得有点浪费，就想说没关系，继续用。然后想起下来多个几 cc， 多个5cc， 还是照以前的方式施肥的时候，就马上看到就很不健康。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的，前面的孔要开的小小的很重要，因为这么大，你全部撕掉，一定会不小心失手，每次都会不小心倒太多。然后长期这样不小心的一个疏忽造成的损坏就蛮大。健康的植株，过肥的植株，可以看一下它们同一期的差别，就是差非常多。而且肥料太多啊，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青苔很厚。这个青苔过后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就是水会进不去，里面也没办法透气，所以整个都闷在里面，它整个就会像这样很萎缩的样子。因为像是我们之前有发现哦，你上面青苔很多，你浇水打开来水分都进不到下面。那这种肥料给过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赶快去帮它做换盆，就是解决肥箱的问题。我们帮它换一个新的盆子、新的水苔，把青苔清一清。那这种小苗啊，水苔这种比较长的，我们就会把它剪一剪，碎碎的，大家比较好入盆。下来，把它上面这一层厚很厚这一层把它剥掉。那我们上面的青苔剥掉之后，下面呢，我也会再把它一些旧的水苔把它清掉一些，留下主要根系的这一坨，然后再把它种到新的盆子里面。人呢吃太多会中风，会过胖，会生病，
植物也是一样，给它太多的肥料、太多的营养，它也会中风，也会不健康。所以呢，刚刚好就好，什么东西刚刚好就好，过犹不及。然后换一个新家，雅典还很健康，真的就是看起来萎缩的，让它换完家之后就可以健康长大。所以就是不能偷懒，有时候不小心掉太多啊，一个不注意的疏忽，后面造成的影响其实很大。肥料不要多加，不要不小心加太多，孔不要开太大。本间温室就是我的美术馆，鹿角蕨就是我的艺术品，植物美学就在你我之间。